五中全会7月30号结束的中共的中央政治局的会议，确定了今年10月份要召开20届五中全会。会议的议题定了，叫持之以恒的全面，持之以恒第一个定义，全面第二个定义，从严治党第三个定义。若干问题主要是关于这个来探讨。持之以恒的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问题。那这个会呢，我跟大家以前讲过了，我老说我的乌鸦嘴我们都知道每一届领导班子上面都开7次全会，习近平已经开过2次7次全会了，18届一中到七中，19届一中到七中但是在他的第3个任期20届的时候一中二中那任命政府官员的时候还顺利，到3中全会就开始出现难产。我讲了，这是赌咒发誓提了担保才上来的第3任任期，但是在这个任期中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所以内部的政治斗争很激烈里面所承诺达成的这个效率结果都没有达成，所以3中全会就开始举步维艰到了4中全会呢，就出现了一个又是史无前例的笑话，就是中国共产党出现全会以后，所有的4中全会都是党建党的结构问题，5中全会才是5年发展规划。但是中共不得不在20届4中全会开5年发展规划首次绝无仅有。因为什么？因为再不开，到第15个5年发展规划的第1年了，就是2026年今年可是呢，又确实是5中全会4中都没开，怎么办？不得不把这个5中全会内容匆忙提到4中全会咱们也知道，第15个5年发展规划执行情况是目前我们能看到的从这个第11届11届开始，邓小平那个时候到现在执行最差的第15个5年发展规划11届3中全会以后的几届发展规划到现在执行的最差的一次，就是这发展规划出完了，看不见任何效果所有的主题没有要做的重点没有完成因为4中开得很仓促，这种情况下开5中全会不开也没办法，讲过了，因为今年年底再不开，明年换届了，明年6中7中2次全会，明年要换届选举了，所以又得开。那这次全会没有想到的是什么？咱们可以看得到特别好的景象，就是为什么现在我老说2年，现在还有1年半的时间中共垮台，我们看见的信号，这信号又出现了，就是这次的会议题目叫什么？叫持之以恒的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问题大家想想可不可以起一个比较含蓄和模糊的题目，比如像以前一样，叫做什么？关于党建中若干问题的探讨，可不可以这么起？完全可以，但是没有。这就是傻逼习近平选择了一次挑战性的题目，要开一次挑战性的内容那看这个名字，既然叫持之以恒，又全面从严治党，我们大家都能想到，这个会议一个人的主题是必须处理首当其冲躲不过去的张又侠。为什么？因为你既然是治党从严治党的若干问题，张又侠咱们都知道半年多了，从今年1月份开始出事儿，马上8月份了，半年多，这个人什么结果都没有，什么结论都没有在军队的体系里。那如果你叫从严治党，还是全面从严治党，结果你连张又侠的问题聊都不聊，或者轻轻带过，那你谈什么从严治党，谁还信呢？那这会就别开了不听别人说什么，看别人做什么，你台上讲的再明白，大家底下就跟听炮一样。所以按照这个名称，那一定是张又侠必须作为这次会议的标志性人物、标志性案件出现，谈张又侠。可是严肃处理张又侠的结果会是什么咱们大家都很清楚，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队战斗力完全的坍塌
我自己家里就是军队大院的啊，家里边人都是军人，我在军队大院住了50多年。中共国的军队一直都是显性跟隐性的裙带关系组建起来的。张耀霞一辈子都在军队里面啊，从他家人到他自己啊，一生走到现在这个位置，都在军队里面。所以受到张又侠他这个事件牵扯的，目前中共军队的干部最起码要占总干部人数的90%以上，直接间接牵扯出来的啊。这个90%的数和2025年以后中共国的上将被拿下、被抓、被消失、被死亡、被早退的总数90%也是能相互印证的啊，也是能相互印证的。所以呢，那就是说牵扯到这么多人，那一个军队要有90%以上的干部按这个会议的名称持之以恒、全面，那你想想，这90%的干部是不是都可能要面临被清洗？这是一个很恐怖的事情啊！这种局面下，别说打台湾了啊，未来中共如果要活着啊，他肯定活不了。我说如果活着，能够看得见的，中共内部看得见，20-30年，这个军队不可能有任何战斗力。也就是中国共产党这个军队，任何规模化的战争都不想参与，不可能参与，打不了了。因为咱们打仗都是这些人，以前讲过很多来串起来的，人是最基础的因素啊，甭管是文官武官都是一样的。那这个时候如果深度考虑一下，傻逼习近平在这个时候敢不模糊、明确用这样的题目开这样的会议，实际上就已经下了一种决心，就是在自己的任期里，他已经没有任何可能性把中共国的军队完全抓在手里了。就是他对于这个部队，你想，如果半年的时间这么努力的清除张又侠，各大军兵种、各大军区连个反馈和回声都没有啊！他调用这些人提的这些什么上将上去，一个空军的副司令咔一下就司令，然后上将他妈都史无前例。这种情况下，他都感受不到能把这个国家军队抓在手里，他就已经放弃这个想法了。那怎么办呢？那如果军队的战斗力强大，就可能干嘛？他又抓不到手里啊，就可能造成他执政中最大的危机产生处，甚至于说不定将来还是生命危机的来源。所以怎么办？那可能要做的事就得削减现在军队的战斗力。那这个时候要抓张又侠开五中全会，借此名头，军纪委、监察委大面积的在军队中展开清洗，还真是能够最好的清除中国军队战斗力的方式啊！这种清洗一旦开始，3到5年内这么庞大的组织都没办法去结束，那抓不到手里，就不要成为可能将来我政权的危机，就让它乱吧。啊，清洗完就让它一直乱啊！这种情况下，中共的军队就成为特别钝的刀子。钝刀的缺陷是什么？我讲了，任何规模化战争打不了，内部太乱。但是没关系，砍敌人不锋利，砍自己也不锋利啊！也就是真有一天军队要闹事干什么的时候，他没有战斗力啊，他对于中央政府他也没什么反抗的力量，不会造成其执政的威胁。但是这个时候大家就知道了，就我看你们都可能都没在政府待过，我在国务院参史待过很长很长的时间啊，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就都知道，一旦这种名字出来，会议定名字出来，持之以恒的全面从严治党，就这个名字出来没有退路啊！对于傻逼习近平没有退路，对于很多人都没有退路，所以在没有退路，自己给自己可以换名字的情况下。他一旦没有退路啊，那就肯定要干什么事儿，好吧？啊，所以呢，有时候说，哎呀，可能也是习近平已经把军队搞定了啊，所以就可以去搞张又侠了，别扯淡了。人类几千年的历史，甭管中国和外国啊，君王也好，独裁者也好，统治者也好，搞定下面这些人的时候，谁还需要下面天天早请示、晚汇报啊？谁要起这样的名字呀？你都搞定了，你还起这个名字干啥？完全不用。
张耀侠我再说在军队里是待了一辈子的，直接牵扯的官儿在中国军队里可能都占了军队很大的一个比例。所以在这目前的情况下，如果搞定了下面这些军官，你觉得这傻逼习近平是安抚为主还是恐吓为主？好吧，不用多说了，咱们就看看这次五中全会结束以后，中共军队各军兵种和战区对五中全会的表态就清楚了。绕不过张小霞，你绕过张小霞，这个会议就等于白开。那有没有可能这会议真的就绕过张小霞开这么一个会？那就习近平老底儿就漏了，雷声大雨点小。你这种会议都开了，你不敢提张幼霞，那你习近平在中共的独裁位置、统治地位真的直接受到挑战，谁也不认为你能怎么样所以你没办法不搞。那你搞完了以后，如果你不搞死，你看看大家的反馈就完了那这个情况下，为什么我还说搞了张幼霞，军队下了，代表习近平在中共的巨大执政危机，这个傻逼习近平的一个巨大危机。因为这一次的五中全会，我再说一遍，是他第3次开五中全会，他已经度过了18届1中到7中全会，度过了19届1中到7中全会，前面10年的执政，这些事他全经历过。但是第3任任期在经历过前10年，第3任任期走得如此之艰辛那你们就看看吧。在第3任任期走到五中全会这个时候，按照时间和中国的干部的任免的制度，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民用到军队所有的核心领导干部100%的中管干部已经全部都是习近平自己来任命提拔上去的，也就是习近平确认了这些人提上去因为他3任了嘛，所有的干部都是现在的干部都是他上去的，跟前任没有任何关系，没有任何前任领导干部的旧部了那你说有没有人是当年的旧部现在还在？那是因为习近平看中的，再让他上来才上来。习近平不看重早下去了，15年任期了，大家想想所以没有任何前任领导干部的旧部。但是这种情况下，所有国家主要领导干部全是习近平自己看上提拔上的结果。我们再看看他在任的这10几年的反腐败情况年年比年年多，一年比一年多，越到现在这几年被立案处理的官员级别越高，数量越多，范围越大现在一直都到政治局委员，每年都在快速的增长。什么概念？也就是对这些习近平自己提拔上去的官员然后自己再更多力量的把他拿下官员贪腐出问题的比例占整个官员队伍的比例远远高于中共任何一个时代，不断的拿人，不断的拿人我们看一下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公告，五中全会名字咱们定了，那他要解决什么问题？在公告中，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这个话说的很神奇。他妈中国宪法里大家知道，枪杆子里出政权，根据宪法，党指挥枪，军队是党的，警察是党的，公检法都他妈是党的，中共就没有其他的，除了执政党，就是其他那几个民主党派、民建、什么民盟这些党派93学社里面每一个党员要加入，都要经过当地中国共产党党委的认可，开会都是中国共产党批准。所以怎么会出现一个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其实咱们都明白，他想说的是巩固傻逼习近平的执政地位，但是不能那么写所以叫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党的执政地位是不用巩固，中国所有的资源资产都他妈是中国共产党的，老百姓全是穷光蛋所以他巩固谁开会？所谓党的执政地位应该是习近平的执政地位。那大家就
看明白了，为什么要巩固？就是一定很不稳定。那这官员不都是习近平提上来的吗？习近平的执政能力完全得不到中国共产党从高层到低层所有官员的认可，而且不认可的比例越来越多。那这些不认可官员呢，采取的方式有很多，比如说可能躺平，可能不好好干，甚至于阳奉阴违，提反对意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一定是习近平感觉到在他的独裁执政中遇见的阻力越来越大，很多东西上面定了，底下执行下去不到位啊，所以大家就想明白，所以这个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你听起来就跟笑话一样。干这么多年，1949年解放到现在，谁跟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执政地位啊？巩固习近平的地位，那就很不稳固。第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啊，这会议他自己有啊，5个明确的议题啊。这次政治局，他妈中共不就是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吗？不是，咱们也看得见，刚才有人写了四川呐，什么这个吉林呐，福建呐，很多地方政府发表的言论，已经跟中共党中央的言论出现背离了。什么史无前例的危机呀，经济的巨大困局啊，也就是现在呢，中共党中央告诉底下，哎，好，都很好GDP 增长也很好，国家局面也很好，经济调整的好。我讲的是省一级政府啊，那为什么省一级政府？你想想，市里面跟省里面也有矛盾，那再下一级县里面跟市里面可能还是有矛盾，底下压力越来越大。所以当你看省一级政府公开的公告，已经告知史无前例的困境的时候，难题的时候，跟中央唱反调的时候，就证明他在底下受到市里面、县里面受到的压力有多大。所以这种情况下呢，那中央政府肯定很多时候就下不去了。为什么跟大家讲这个矛盾？早就跟大家讲过，中央跟地方政府，你需要地方政府给你维稳，需要干这个干那个，地方政府他妈得有钱啊，人得活得下去啊，人家活不下去，那底下就干了。所以怎么办？那要解决不了问题就是什么？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这里面主要是中央跟地方政府的一个问题。第三，提高中共长期执政能力。还需要提高中共吗？咱们都理解了，中共他们一直执政49年，那到现在这长期执政能力，这里面应该更多的是习近平，他认为应该按如何执政方式进行执政，所以提高习近平的长期执政期限。有人老问连任的事儿，我都解释无数回了，不要问我了。不是习近平想不想连任，是只能他连任，别人谁也连任不了。现在所有的官员都是他单线提拔上去的，这些官员面对的只有习近平，官员互相之间交叉的忠诚度、熟悉度几乎为零。你说现在谁上，谁能替习近平？中央政治局常委6个小猪加一个大猪，7个人只有一个年龄勉强够，也就是按规则，这7只猪除了习近平，剩下6只猪绝大部分都得下。他怎么能替习近平？谁也替不了。就是你要连任顶替习近平，你最起码你岁数有优势吧？没有岁数优势的人，然后加上所有人都是单线联姻，所以不是习近平。就这次换届，如果中共不倒倒了咱们再说。如果中共不倒，换届是只能习近平，但是习近平的执政能力没有人认可，大家都看得见。所以提高中共长期执政能力，你咋提高？第四，解决党的建设中突出的问题突出的问题是什么？持之以恒的全面从严治党突出问题叫从严治党，够严的了。习近平的官员越提拔都是他的，抓的人年年抓，越抓越多。核心是贪腐吗？不是，中共所有的官都贪腐，核心是不忠诚不听话
这习近平需要什么？需要他说什么办什么，可是忠诚不了啊！你他妈太蠢了！你说的主意都是烂到根儿里的主意，你让底下的官员怎么忠诚，怎么听话？忠诚听话就意味着他们都得背锅，将来那都死无葬身之地。那不听话可能就抓走，你上的人还是听不了。为什么？因为你习近平太蠢，不是其他的问题。最后第五，坚持严格的严的基调，不放松。因为官员我讲过，都离心离德，谁也不愿意。党啊，习近平提上的官员都不愿意，都对未来没有信心。那没有信心干嘛？那就感觉忠诚度不高嘛。现在严不严，大家自己去看。中共现在一开会就宣誓，一开会就宣誓。你们自己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了解国内的公务员体系，严不严格？天天都在宣誓，天天都在表忠心所以就这个情况下还不严，严啥呀？就是没人真正好，大家都没有。主要的问题是什么？明白，就是都对于这个傻逼执政没有任何信心，所以不可能有忠诚度，而且比例越来越高，程度越来越严重。然后这个傻逼习近平呢，既没有能力解决问题，主意还特别多，而且从来不担责任，不道歉。他唯一对底下的就是强调忠诚，锅底下的人来背就 OK 了好吧？所以呢，就五中全会，习近平给自己上难度了，挺有意思这个难度明确等于告诉大家了，他一定会拿张耀侠说事儿拿张晓霞说事也就等于明确告诉他，军队未来的把控，他等于就放了，但是他不会让军队有战斗力，将来反对他他一定会搅和军队，让军队成为一盘散沙，在目前的局面下，而这是武官文官体系呢，他现在觉得没有人对他有什么忠诚度，确实没有办法对他有忠诚度，所以他要巩固他自己在党的执政地位。他的忠诚度，我讲的是他的本事达成的，这么烂，那他的巩固忠诚地位就是不断让底下再表决心，再宣誓，没有用然后此外，加强中央和地方之间中央集权统一，那你给地方的有什么？地方如果活不下去了按过去的模式，咱们甭管是从当年的袁世凯还是后来蒋介石等等地方真活不下去的时候，那就只能够分崩离析了。这也是没办法的时候，你得让人能活下去但是怎么活下去2026年上半年已经创造史无前例了，第一季度上半年都史无前例，就从来都没有过中国省一级所有省市自治区财政自给率一个都没有100%的，从来没有过49年到现在是第一次，也就是啥意思？也就是没有一个省市自治区自己挣的钱能养活自己，全靠中央政府补贴中央政府呢，那钱缺的，就像我讲的，就这种你说水坝、水库这种大基建，年年你说给钱还是不给钱？不给钱他妈就全跪低了。维稳那么多反对，你说给钱不给钱？不给钱不就崩塌了社保，你说给钱不给钱？原来给1万多亿，现在2.8万亿，中央财政补贴下去，将持平，社保基金收入跟支出，啥意思？咱们都知道因为交钱的人太少，花钱人太多，缺口太大，一年一共中共20多万亿财政收入，现在20多万亿要把10%几以上干嘛？要拨给中央，拨给什么？拨给社保基金补这窟窿，就这2029年都维持不住。所以你想想，那哪有这么多钱？全是要钱的。债呢公开 M2 我们也都知道，欠的钱已经比他们美国加欧盟加在一起所有国家都要多。所以你怎么办所以你现在这个国家就是这么一个局面，你怎么中央统一领导怎么让中央来统一领导，就看在这儿呗。所以我们就看这五中全会吧，五中全会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这次
第3个任期，从他开这个已经的4次和未来开的5中全会频率、讨论的主题和已经3中、4中决议的执行情况，3中全会的决议到现在完全没有执行，4中全会的决议第15个5年规划到现在几乎也完全没有执行。那5中全会自己还给自己挑一个这么难度，第3次任期，所以这个中共上面这个分崩离析，其实内部我们看见的都已经是这么神奇了，内部已经到了一个很夸张的一个分裂阶段。